5000万人口生活的天府之国，在40年间锐减至约5万人。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微风吹过焦土，只带来一缕腥咸与腐臭，是对这次屠杀后的描写。这一场犹如人间炼狱的场面，不仅是饥荒和疾病的结果，更是清军3次屠川后的后果。如果不是湖广两地居民移居，如今的四川或将变为一座荒芜之地。今天我们要体验的是四川之屠。40年前，天府之国仍富庶祥和，5000万人口，农桑兴旺，商贾云集。从你记事起，祖父常常笑着对你说：“哇，这四川就是上天打翻了米袋子。”可如今米袋子倒空，连装米的袋子也早已烧成灰烬。你亲眼见证这一座城从富饶走向绝望。清军只用了3次屠川。你12岁时，张献忠攻入成都，建立大西政权，城中人人自危，却也有些人说他杀富济贫。你亲眼见过张军将一户豪门全家抄斩，又在街头散粮济民。你记得你母亲拿到2块银元宝，感恩涕零，偷偷说乱是乱，但这张王还不算坏。可很快你们意识到王朝只是幻觉，连年征战，张献忠的军队内部频频内讧，而且对待百姓的刑法也极其严苛。你邻村的一户人家因为不交丁银，被当街砍了3代。你站在人群后，看着那个与你同龄的孩子跪在地上，睁大眼看着他父亲的头颅滚落在地。你低头不敢多看，却再也忘不掉那孩子临死前嘴角抽搐却一句话也不说的模样。从那以后，你再也不信什么王。你16岁那年，清军大规模进攻四川，张献忠率领大西军抵抗清军时，被清军将领豪格的部队射死在西冲凤凰山下。你本以为心狠手辣的张献忠死后，四川会迎来光明，可没想到清军更加的可恶，让这本就满目疮痍的四川从此变为人间炼狱。清军第1次大规模入川时，你在《清实录》中读到这句：军令宁可错杀，不可轻纵。你也亲耳听见一个清军将领对百姓喊：剃发留头，留发剃头。你祖父死于那个早晨，他不愿剃发，被拉到宗祠前活活剐死，头骨悬挂3日示众。你母亲哭着剃下你的发髻，你只能咬紧牙关，不敢出声。从那天起，你不再说话，你怕一个字出口就是祸根。成都、绵州、嘉定、重庆，每一座抵抗的城市几乎都迎来了屠城。你曾随父亲逃往嘉陵江畔的小村，那晚你躲在破庙地砖下，看着村里83人被驱往江边，一排排斩首，尸体推入江中。你第1次见到尸水，血腥味裹着风，一整夜都没散。你发烧7日没死，却再没长出一句话。清军攻下成都、重庆后，为肃清反抗者，4处设卡严刑，清查反复。百姓为逃避追查，逃入深山，山中瘴气与饥饿更是杀人如麻。你跟着逃亡的队伍翻越夹金山，原本270人，走出时只剩32个。一个冬夜，你看见母亲咬断了自己的手指，只为了给你喂一口血汤。第2天，她死在雪中。她临终前对你说：活下去，把咱这事儿记住。他那双空洞的眼，你至今还梦到。清军留下的不是秩序，而是深不见底的恐惧和绝望。你曾在嘉陵江畔躲进枯井5天，只靠雨水活命，井口浮着3具死婴的尸体，你只敢低头，不敢看。当你再次上岸时，你已不再是人，而是活着的鬼。清军先后3次对四川实施军事清剿。你24岁时加入移民团，他们是明朝遗臣后裔，藏于深山，誓死不降。你见过一位年仅15的女将，身披甲胄，最后战死牛首山。临终前，她大喊一句：杀我可以，辱我不可。清军将其剖腹挂城头，3日你一夜白头。康熙元年，清军清剿最后一批名义军后，命湖广填四川。你30岁那年，终于走出山林。你走过成都，见城门口一块碑：蜀人3000万，今存不足5万。
你站在那碑前，什么都说不出。你知道四川不是被打空的，是被杀空的。你也知道这不是天命，而是人为。后来的你成了一个小村的教书先生，你只在课堂上拿一根削尖的木棍，在泥地上写下4个字，记得他们。你偷偷刻下一本书，叫《川王纪略》，不敢署名。你在封面后页写了一行字：40年血5000万魂，若不记岂为人。你想写出母亲的名字、祖父的样子、村庄的腥风血雨，但你最终写下的只是一句：我是他们之中活下来的那一个。你60岁了，新来的湖广移民已经盖起了屋，生了娃，种上田。孩子们不懂你口音，也不信你讲的那些恐怖的故事，你也不怪他们。你知道他们只是来活命的，就像你当年，你在村口立下一块碑，自己刻上字：此处埋骨，不知其数。若有后来者，当记旧名。吾等血流成河，只为你得岁月安宁。